好，大家周末好啊！今天呢，我们是周五，昨天我们已经更新过一期视频，那么周五的话，再跟大家补充我们对于衰退交易的一个分享。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上又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跌幅。那么我一直从2月初开始，对于市场是看比较谨慎或看空，也分享了我们从这个2月初以来的对于市场的，尤其是美股市场做空策略的一个分享。那么现在空仓的成本呢，经过几轮的交易已经变成类似于负值，所以呢，我们当下就属于一个场赢的这么一个状态了。那么后面的话，我该如何去继续操作我手上的这几个仓位？那么美股我们将如何去抄底和去找关键的时间点和条件？那么当下市场中衰退交易，我们该看哪些标的？和市场上哪些地方应是转牛还是转熊，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首先我们还是进行一个投行数据的一个分享。上礼拜我分享过，这是来自于美银的分析师Michael Harnett 他分享的这个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其实呢有2个解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跟大家快速的再过一遍。第一呢，就是当美联储快速的进行一个加息，总会这样或那样的引发市场上的某种泡沫的破裂。我形容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非常老的房子，里面有很多的水管。那么平常的话，你可能也看不出哪儿漏水，但是在这种加息的环境下，就无非给这个水管中加了非常大的水压。那么这个时候，也许你看到那些特别容易漏水的地方，你都把它堵住了。比如现在银行，大的银行有非常多的这种叫做压力测试，防止像2008年那种次贷风暴的一个再次出现。那么这些工作其实美联储也好，银行系统也好，财政部也好，其实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是一个老房子，你在扎了这么大水压的情况下，是无法判断哪个地方就要爆我们之所以称之为黑天鹅，或者说是会爆雷，那往往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是市场上没有预防或者没有预期到的事情。那我们看到一个银行SIVB， 也就是加州的一个叫硅谷银行，相信整个这段时间全是自媒体的一个标题。那么它现在所处的这个风险和08年那种能不能相提并论呢？我看很多题目已经跟08年次贷危机相挂钩了，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因为它所承担的是一种地区性的或者说叫做区域性的一个风险。但是我们再用但是来形容，就是什么呢？就是当这种风险出现了以后，大家如果还能记得2008年的这些事情那个时候我也是刚开户，还不是那么了解，但你回顾到08年的时候，是什么地方触发了一个大规模的卖出呢？是因为雷曼兄弟倒闭。可雷曼兄弟倒闭之前的时候，当时美林证券也有很大的问题，但为什么没有爆发那么大的危机呢？是因为当时美联储出手把它救了。那么现在出现这些小的问题，不管是财政部、美联储都会对它进行一个密切的一个关注，就有点像英国养老金当时的问题，那属于一个死循环。那最后英国没办法选择 QE， 赶紧把这个问题去解决。那么现在可以说的是，市场现在是否在经历类似的事情？当时美联储救了美林和救了这个贝尔斯通，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让贝尔斯通当然好像是这个也是被收购了还是这个倒闭了不记得了。当然救了美林以后，是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了以后，当雷曼兄弟在倒闭的时候，美联储选择不救了，所以这就是完全一个超出市场预期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下市场已经出现了某种危机，就是我们看到这市场中压力非常大，已经有地方开始什么呢？漏水了。那么漏水的话，引发市场的一个恐慌，市场上的预期永远不会是只预期或看当下的一个表现，它会去预期后面有没有可能整个水管系统崩塌或崩裂的一个情况。因为在历史中，每一次的快速加息都会带来市场上的一个风暴。那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也是来自美国银行的分析师 Michael Harnett， 也就是当市场出现我们说利率倒挂，而且倒挂非常厉害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是风险最大的时候呢？是这个利率倒挂这个曲线在向正常的一个从倒挂转回正常 curve 的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它一般来说是风险最大的，最容易出现大跌。我们来看一下图
好，我们看到的是当下的 yield curve 已经出现了什么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加强的这么一个状态，对吧？大家看之前，大家看我们20年之前，大家看是不是这里有一个0708年，08年时候是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一个08年时候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之前大家看07年是个倒挂，对吧？倒挂的时候它就开始出现扁平化。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出现应该慢慢就调回正常了呢？就开始大的危机出来了以后，对吧？大的危机出来以后，它就出现一个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大的危机出来以后，它为什么才会出正常呢？就是因为你这个时候肯定有一个当下对短期的利率的一个调整，让它大幅降息。然后呢，这是欧债危机，大家看这些欧债危机之后，这个 curve 开始有扁平化了，扁平化之后应该又是一轮 QE 之后开始逐渐走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每一次你看这个地方又开始怎么扁平化了，对吧？扁平化了以后，大家看这是18年的那个非常的扁平化，那这个时候开始什么呀？加息开始让它扁平化，扁平化以后又开始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短期的一个所谓倒挂。短期倒挂之后，其实市场就过热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20年的这个大跌之后，大家看马上就什么又变成了一个什么呢？正常的 curve。那么再往上的话，我们往上看，往上走，走着开始加息，加息加着，大家看就开始什么疯狂的倒挂。这个疯狂倒挂之后，你就需要一个过程，让它从什么的货币政策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从现在来看，其实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当下市场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期已经发生变化。好，我们来看大家看1年期的国债大跌，对吧？然后2年期的大跌，然后呢10年期的也在大跌，这里都形成次高了。那么20年期的、30年期的全都是大跌。那么什么呢？那么整个的债市开始出现了利率的一个回调，那就意味着我们市场上第一个从债市市场上所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开始要有对它整个这个叫做什么呢？整个利率市场上的一个反向的，咱们说 reverse 的这个，或者说 inverted curve 变成往回正常 curve 的一个回归。好，那我们回到投行的分析。投行分析其实跟刚才我说的一样，大家看这个利率，当我们从倒挂，也就是 inverted curve 到一个 normal curve 的过程中，往往是市场中非常危险的时刻啊。那么不管是大家看20年的这个倒挂，之前08年的一个倒挂，其实你看这个地方，我们说15年这儿其实也有点这个意思啊，它也是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这个不管哪个倒挂，你看这些倒挂出来，包括01年、90几年的都有，它都会造成一个对市场或者说经济上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啊。那你比如说咱们从08年吧，咱们回到08年真正我们说倒挂完成的那个时刻，就是我们当看到这个 curve 调整到了一个倒挂完成的时刻，那个时刻往往就是市场底部。那我们现在的话可以跟大家非常明确的说，当下市场我们这里面是股债的一个比例，要倾向于做债市的牛市。好，另外呢，就是每次研报我们都好多页，我想跟大家再分享的是，当他还给出了一个数据，就是我们知道股市的我们这段时间看到 MOC 就是这个 Market on Close 这个 balance 几乎每天都是负的，那么这个也是创了一个类似于历史记录，也就是市场上从股市抽走的资金量是巨大的月都是这个，或者每个礼拜都是流出。那么债市其实也是大量都流入咱们说的 money market 或者现金，而从上2个礼拜开始，资金开始回到债市了，而且是大量回归债市。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债市在这个地方表现出的强势。那么我们后面的话，我再从交易的角度和我们从技术分析和交易的角度，我再跟大家分析我们对于长债和短债的这么一个交易的这个变化。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图。那么我再说上礼拜又说到资金的表现，当时我分享的左边这张图。那么左边这张图的话是说这个被动基金的一个卖出，那么右边这张图的话，他们其实完成了一个卖出的量，也就是意味着被动基金不管是 CTA 策略还有其他的一个什么策略，他们对当下市场的一些调整是已经完成了。但是这个 CTA 策略在下个周，因为这段时间跌得太多了以后它仍然会有一个追空，或者说再次增加空头的这么一个需求。那么下礼拜的需求大约是在20亿左右，这是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再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另外一方面说，市场上来流入了货币市场基金，就是 money market 的量
来到了历史新高，这个一点都不意外。但现在我们就要观察这个些数字在下礼拜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出现流出，就是降低，也就有没有 money market 这个钱再降低，那么他们是去债市还是去股市？如果这些钱要是1个 trillion 都不用多啊，咱们不说像原来3个 trillion， 对吧？3个 trillion 比较少的话，咱们就直接1个 trillion 出来，这个跟我们什么你 CTA 啊，什么这股票回购啊，你都不用问，这进去之后砸到股市里面，那肯定就是非常猛烈的，或者说砸到在债市里面，那也是一个能引起很多这个波动的。所以我们就看市场这种资金的一个变化。我相信现在的话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债市的资金的流入应该是增加的，因为市场上现在衰退交易的逻辑已经是比较清晰。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 Sentiment Trader 啊，我希望大家如果兴趣可以去订阅他们的服务，仍然是他们的一些统计，连续几周的统计都是统计出在未来3到6个月以后，我们当下很可能处在一个所谓的一个低点。那么这就是看多和看空都有一些数据和分析和支持。那么当下来说，我们一会儿再分析从超短线上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好，那么这礼拜呢还分享了很多很多朋友跟我聊的是说我从大家的聊天上讲到的麦克威尔森，也就是这个摩根斯坦利的首席分析师，连续唱空，说了上个礼拜他发夹弯或者说连转向成为做多了。我其实在当天第一时间就为大家在 Discord 里分享了他研报的一个分析，我当时就讲了，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不一样的内容，我真没有看出来他哪一句话讲的他突然变做多了。然后呢，我把这句话，其实我把他的这个第一段的这个结论其实分享给大家了，它里面还讲了一些其他的，而且也是一个研报有几十页。那么这个时候麦克威尔森讲的话，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他讲了说市场这个地方显示出了比较强韧的一个特性，但是他讲的是一些意思，他说这个地方是什么 poor risk reward， 什么意思？是非常差的这么一个损益比。而且呢，就是 given the valuation of earnings forecast that remain way too high， 说 in our view， 说我们可以 we could see further upside if US dollar and interest rate continue fall from Friday， 然后 next resistance 是4150，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说这个市场上我们还可以看到确实还有可能在向上涨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位置上有极差的损益比，同时这个位置太贵，那么他认为他们给出的其他前面很多的数据我给大家都分享过了，这个位置上是一个4150，是个做空点，它不是说去转弯去看多了。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整个市场上现在很多人都在炒，后来我就是做了功课，我去查了一下，我看到了不管是中国人的博主还有很多英文博主也在讲，他们就是把它表达成了一个就是他在看多的一个故事，但我也不恶意揣测别人就是诚心就是说恶意解读，我理解就是大家会看长时间的他都强烈看空，那这次呢语气有点变化，大家就理解成他就转弯做多。而对于我们本身来说，作为一个交易者，或者说我们作为投资人或者散户都没有关系，我们应该有非常强烈的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你应该就是通过我们独立思考和我们拥有自己的交易系统才可以在市场中生存。如果我们经常看到这些消息都是别人发的别人说的，经过2次或者3次的这种加工，你压根可能都不知道原作者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希望大家是我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书单，如果大家不参加训练营没有问题，大家用这个书单，我们真正的花时间，包括我的课程和我的训练营都是针对于我们用的是历史上这些先贤，就是用的这些之前的大师们留给我们这个精华。我那个书单大家留在那里，可能过2个月我们就撤销了，因为还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维护这个书单。那么你们拿到了之后，大家可以花时间去看书去学习以前的，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吧。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美元美债和美股的短期走势。我们进入的是这个技术分析，如果大家是这个喜欢的话，别忘给我们点赞啊。好，回到技术分析，我们先来看周线图。周线上这个位置上是个严重的破位，但是如果我们抛去 K 线的噪音不看，我们现在周线上的这个趋势，2条均线的趋势仍然是向下的，所以意味着我们的熊市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周线又没有在一个关键的支撑。那么在绿色线上比较靠谱的周线级别的支撑往往是在绿色线以下的一些部分，那么这个绿色线当下的位置上就是大约在3520左右，那么意味着周线向下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那么周线仍然有很大的空间。那我们左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首先从价格或者点位，所谓的点位上来看，那么就是在3500左右的这个位置上，这是我周线上的一个分析。那么回到日线上的分析，那我相信已经跟大家分享，昨天分享过了，我们抄底，所谓抄底或者关注非常重要的抄底的位置就是什么呢？是我们下一个四五日的日期是在3月17日。那么3月17号的话，大家要知道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3月17号有将近 2.8 个 trillion 的衍生品要过期，且大部分都已经是价内的 put 和那么 call 其实大部分归零了，那么价内的 put 非常多，意味着市场上作为做市商的角度来说，要有向上推动的需求。那么其中将近2个 trillion 衍生品都在周五的早上过期，那意味着周四的下午会有很大波动。那么再回到日线上来看，我们说日线上第一次往往接触到我们这个绿色带的时候，大家看第一次接触绿色带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短暂而凌厉的反弹那么我们从日线上来看，这是才开始，但是接触到了之后，短暂而凌厉的反弹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关注它在下周有没有可能出现短暂而凌厉的一个反弹。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关注点现在这个位置上，你是否要追空？答案就是否定的，就是这个位置上不是一个追空的位置。那么你如果没有很多的空头仓位，完全没有关系，耐心的等下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至于短线反弹需要的是非常强的技术水平，那么也不要求或者说不跟大家分享在这儿具体的怎么做，因为时局变化非常快，你要有非常强的纪律性和反应。那么我们想说的是总结一下技术上的一个结论。那么技术上的结论就是从周线的角度来说，没有看到物极必反或者说非常强烈的下跌，但在下礼拜的时候，我们知道市场上是有反弹的一个需求，同时市场上有大量的衍生品过期，会推动股市有非常强的一个波动，尤其是周四下午有可能会有一个反向的走势。那么这是我们对于短期的这么一个判断短期的这么一个判断。那么从中期、长期、短期上来看，那我们再从另外的几个角度上来看，比如说我们来看 VIX， 这段时间，昨天就跟大家讲了 ，VIX 这里面是形成了一个新的趋势的这么一个突破新的趋势突破。那我们 VIX 从新的趋势突破，还是我们说 VIX 来到了这个恐慌指数来到一个什么呢？它今天差点都到30了，那么就是向上的一个突破，它是比如说向上慢慢的向上，还是说突然涨几下那么这个过程有可能是再折腾，对吧？再折腾2下再向上，有可能是直接就向上。那么不管是哪种走法，我们要知道我们比较关注的VIX 重要的一些位置就是大约在30和35，尤其是在35这个位置上，就是市场上比较恐慌的一个位置了。所以说现在我们抄底的话，主要是2个点，一个叫物极必反，那么就是说当市场的情绪走得非常非常悲观，且出现了很多咱们说的这个套牢的被迫止损 margin call 这些叫带血筹码崩出的状态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入。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叫顺势而为，就是当市场上趋势改变的时候，我们顺着趋势去做。那么当下市场中，我们觉得 equity 市场，我说实话它的操作难度是不小的，因为短期内我们说市场上比较偏负面，它有向上反弹的需求，但中长期没有，从日线以上的周期都没有到一个非常极限的一个恐慌和极限的这个可以去左侧买多的位置。那么你这样的话，你抄底也好，你是做空也好，其实都是非常难受的位置了。所以这就是我把我的一个做空的仓位做成了一个负成本之后，我呢也不能叫躺赢，但基本这个仓位是赢了，基本就属于躺了。但是后面的操作还要一口一口的去做，一口一口的去吃。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说衰退交易的重要的问题点，那我们说 TLT 作为长时就或者说20年以上一个是 TLT，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比如叫 SHAI， 它是1到3年的，那么相对来说，这个1到3年国债的这个变动会比长时间的20年的波动还要再巨大，或者说看起来相对巨大，但实质上的波动来说，
那20年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大。那么今天我们上礼拜其实大家讲了，就是一个一直在等的一个底部有了以后啊，那么我们在上周五是一个买入，开始做了一个所谓的刮头皮的这么一个操作啊，刮头皮的操作，那么就是卖 put， 然后如果进来了以后就上去再卖个 call 进行这么一个操作。那么今天的话，由于这个跳空，那么周五买的卖 put 进来的仓位啊，然后呢再卖 call 的话呢，直接今天就会被带走了。那么这个位置上呢，它其实是非常强势。那么以后的话，我们知道这基本上就确认了一个什么呢？大家注意看，这基本上就确认了一个这一波凌厉下跌的一个反向走势的一个形制衡。那么反向走势形成了以后，这里连续出现次低且出现侧低的2次拉回，那么这个从技术上大家看，这里又有一个什么呢？跳空向上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知道中长期债20年以上的国债，它的走势这里就偏牛市了，或者说这里我们就按牛市进行一个操作，我就尽量不去卖上面的这个 CC， 而保护住仓位向下跌了以后，在底下这个位置上也就120左右的再去接这个仓位啊，接这个仓位尽量去卖 put 卖，往盯着这儿卖。那么现有的仓位基本上就是拿着就可以了，基本上拿着就可以了。我不排除说这段时间会有一个震荡，比如说跌啊或走啊或怎么样的啊。那么相对于美债来说，我们知道美元的这个位置上其实就是要反复，就是不进入衰退的话，美元它就会相对来说变弱。所以我们之前也看了市场上整个的这个流程来说，那么我们说美元、美债、美股现在3个，其实美股是比较难做的，因为短期需要什么呢？反弹，中长期偏弱，而且我没有达到一个极致。那么美债这里走牛，我们就是等它的一个震荡横盘回调，可以去做，拿着就好了。美元这里也是偏弱的，所以我们在上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美元的仓位，我从美元的仓位转回了做美债，那么也是我对于市场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感受啊。那么这就差不多。那么回到我们的后面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再分享一下个股的一个操作环节。好，个股的操作环节的话，说 AMD 的话，这个位置上2次操作，第一次操作跌破了以后止损，差不多亏了5毛啊，之后再弹起来之后进行了一个叫纠错买入，78块钱左右上，然后大约在87块钱卖，做了一个30分钟的一个波段，但整体上还是比较强势的一个个股啊，这是 AMD。那么因为整体上我们说半导体现在算是这些板块中偏强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要注意，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一些金融风险，那么不排除大的这些机构，他们为了融资只能卖优质资产，那么后面强势的股和强势的公司有可能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做价值投资的机会，因为我们相当于去吃他们被迫卖出的那些仓位，强势的股、强势的公司。那么这是关于 AMD 的操作，差不多就是这段时间再回拉，我暂时没有在做操作的这个时间，因为如果这个地方跌破再回来，那么这个地方3次再测的话，它很难再上，那么这个就可能要向下。如果向下的话，大家注意底下的这个部分空间是比较大的，这个就要非常小心了啊。那是至于 AMD。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再说啊，大家说特斯拉这个位置上，还是我之前的一个判断，礼拜4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位置上下跌，上面都是套牢。那么你这个位置上不能快速回去的话，那么向下的空间是比较凌厉了。那么我们知道啊，现在我们如果在一个所谓的社交媒体中，很多人一看下跌了之后啊，你看这个地方下跌之后，大家可以往下喊啊，比如这个地方一定去100，或者说一定去50。我之前在它下跌100多的时候，还有人看15，还有人看20啊，你可以喊非常低。但是你要注意到，我们任何的判断都应该基于操作的基础上，就是我可以判断非常低，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真正的一个对市场上的一个理解和判断，它要落实在操作上，因为所有的分析没有落实在具体操作上的分析，基本上都属于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你落实在操作上，才可以是真正意义上对于我们的风控、我们的交易，它才是真正上的一个所谓的判断和一个所谓的一个认知。因为说我们说，如果你真的是有判断它到哪儿，那我的判断是什么？我的判断是在120附近这个位置上，是我认为的一个黄金开仓点，说左侧它不管它掉多少我都认了。那我在120这个地方，我也不是卖 put， 我在这开了一个蝴蝶，100、120和140的一个蝴蝶。那么大家至于蝴蝶是什么，大家自行 Google。
那么这个位置上如果真跌到140以内的话，那么意味着我的一个120、140的一个蝴蝶的这个上沿的这个咱们说 put spread， 就是 debit put spread 会有很大的盈利，我就会先关。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个120和100的一个咱们说的 credit 的一个 put spread， 那么这个时候再往下跌的话，我会先关100的。如果120也没搂住再向跌，那我就把100的关掉，那我就剩下的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卖120的 put， 那我就等着在120这个位置接股。那么剩下100的 put 的盈利和上面140、120的这个向下的 put spread 的这个盈利都是我的这个利润了。那我就是120接股持有就完了。那么这就是我对特斯拉这么一个估值上的一个判断。那我的目标位仍然是维持在500到700之间，这是我对它的认知。我趁着或这一段时间，如果这段时间真空的，真能有非常凌厉的下跌，会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这是一个特斯拉。那么银行板块还有包括那些小的一些股票呢，我们就今天不再分析了，因为当下市场情绪是非常差的，我们尽量是以做指数和大的宏观上，比如说做国债为主，而不是说去选择个股来获取一个超额的收益。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中文视频就到这里，付费内容免费点赞。如果谢谢您的支持，别忘了给我们一键3连，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